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你有没有遇到过用淘米水浇花，结果盆里全是虫的情况？或者明明发酵了，却还是频发臭气的情况？又或者甚至只用了一点点，还是烧根黄叶不断呢？别怀疑自己，问题根本不在你身上，只是没人给你揭秘。同样的淘米水，夏天和冬天用起来简直是天差地别，一个是生根促花的神仙水，一个却是烧根又招虫的催命符。今天就免费分享淘米水正确的使用方法，简短几分钟就能搞清楚，以后发酵类的肥料都会避免类似情况，一起看看吧。为什么会生虫？异味、烧根。首先，如果淘米水不发酵直接使用，你99%会遇到异味、生虫、烧根等多重问题。但发酵后为什么还是会有类似的问题呢？问题出在发酵的时长上面，我们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，不同季节发酵的时间不同，不同的花卉使用方法也不同，比如栀子花的使用和虎皮兰的使用就相差10万8千里，如果按照同一个标准一刀切，那么遇到问题的概率是80%哦。下面先来说科学的发酵方法，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点道理的话，记得点个关注哦。淘米水发酵，按季节调整是关键。无论哪个季节发酵，都有一个日后不生虫的大前提，那就是发酵时一定要盖盖子，否则一旦虫卵进入，后面即使发酵完全了，也还是会出现讨厌的虫子。夏季3至5天就能用，记得每天放气。夏天温度高，水里的微生物工作效率特别高，淘米水发酵速度也最快。找个干净的塑料瓶，把淘米水装进去，盖上盖子，放在阳台通风、有阳光的地方，2至3天就能看到水变颜色，这是初步发酵的信号。但这时打开瓶子会有股酸臭味，说明发酵还没透，最好再等2至3天，总共发酵5至7天再用。举个例子，夏天养绿萝，用发酵5至7天的淘米水，按1:5的比例兑水稀释后浇，能补充绿萝需要的氮元素，叶子会比平时更绿，更有光泽。不过要注意，夏天发酵会产生很多气体，每天都要打开瓶盖放一次气，不然瓶子可能会被撑裂。春秋季7至10天最稳妥，养分更均衡。春秋季气温不高不低，微生物活性比夏天弱一点，淘米水发酵时间要稍长。同样用塑料瓶密封好，放在通风处，一般7至10天能完成初步发酵。如果想让异味更小，养分释放更慢，建议延长到10至15天，这样浇花时不容易刺激根系。比如春秋养月季花，用发酵10至15天的淘米水，按1:8的比例稀释后浇灌，能给月季补充磷钾元素，帮助花芽长得更饱满，开花时花朵更大，颜色更艳。而且这个季节发酵不用频繁放气，3至4天放一次就行。冬季15至20天起步，耐心等发酵透。冬天温度低，微生物几乎偷懒不干活，淘米水发酵速度会变慢很多。密封好的淘米水放在温暖的窗台，至少要15至20天才能初步发酵。如果想让养分完全分解，甚至需要等1至2个月，千万别着急用没发酵透的水浇花，冬天根系更脆弱，一旦烧根很难恢复。就像冬天养君子兰，用发酵1个月的淘米水，按1:10的比例稀释后少量浇灌，能慢慢改善土壤结构，给君子兰的根系提供温和的养分，让叶片保持挺拔，不发黄，即使在冬天也能健康生长。发酵的时间固然重要，判断发酵是否完成，火候是否到位也是重中之重。下面告诉你3个方法来精准判断，特别是新手朋友，这个是最不能错过的精华。3个简单方法判断淘米水是否发酵好。看颜色。没发酵的淘米水是浑浊的白色，发酵过程中会慢慢变深，变成淡黄色、深黄色，最后甚至是浅棕色。当水的颜色不再是白色，而且看起来比之前清澈一些，但也不是完全透明，就说明发酵的差不多了。闻气味。新鲜淘米水有淡淡的米香，发酵时会逐渐变成刺鼻的酸臭味，这是正常现象。等酸臭味慢慢变弱，变成淡淡的微酸味，有点像发酵酸奶的味道，就代表发酵好了。如果闻到明显的酒味，说明发酵过度了，最好别用，
可能会有酒精伤害根系。3. 晃一晃，轻轻摇晃装淘米水的瓶子，没发酵的水会感觉很浓稠，有颗粒感；发酵好的水会变稀薄，摇晃时没有明显的沉淀和颗粒，液体更均匀。尽管淘米水非常神奇，但它还是有些致命的缺点，提前做好应对，避免很多麻烦哦。4. 淘米水浇花的3个缺点。1. 异味大，加果皮解决。发酵后的淘米水会有酸臭味，在室内用会影响味道。解决方法很简单，发酵时往瓶子里放几片橘子皮、柚子皮，果皮里的芳香物质能中和异味，发酵好后几乎闻不到臭味，反而有淡淡的果香。如果已经发酵好了，也可以把水敞开放2至3天，让异味散掉再用。2. 招小飞虫，2个技巧防虫害。发酵的淘米水有甜味，容易吸引小飞虫，可以在发酵时滴2-3滴家用杀虫剂，比如吡虫磷，搅拌均匀后再密封，能有效杀死虫卵。或者浇完花后，在花盆表面铺一层1厘米厚的细沙，挡住土壤里的气味，小飞虫就不会来了。注意杀虫剂别多放，不然会伤害花草。3. 怕烧根，记住2个必须。1是必须等淘米水完全发酵好，没发酵透的水绝对不能用。2是必须稀释后再用，不管什么季节、什么花，都要按1:5到1:10的比例兑水，浓度太高肯定会烧根。新手建议先按最高比例1:10稀释，用几次没问题，再慢慢调整。说了这么多，感觉好像不能轻易碰它一样，其实不是的。淘米水的3个优点，会让你越用越上瘾。5. 淘米水浇花的3个优点，新手也能轻松用。1. 天然营养液，省钱又安全。淘米水里含有花草必需的氮、磷、钾元素。氮元素能让枝叶长得旺，磷元素能促进开花，钾元素能让花草更抗冻、抗病虫害。比起买的化学肥料，淘米水天然无刺激，不用担心用量不当烧根，还能省下买花肥的钱。2. 调节土壤酸碱度，适合喜酸花。发酵后的淘米水呈弱酸性，像栀子花、茉莉花、杜鹃花这些喜酸花，长期用自来水浇会让土壤变碱，导致叶子发黄不开花。用发酵好的淘米水浇，能慢慢把土壤调成弱酸性，正好符合这些花的生长需求，黄叶问题会明显减少。3. 变废为宝，环保又方便。每天淘完米的水不用倒掉，收集起来发酵就能用，既减少了厨房废水的浪费，又不用专门买花肥，养花成本低，还符合环保理念，特别适合家庭养花。6. 3个关键注意事项，新手别忽略。1. 别频繁用，1至2周一次就够。淘米水虽好，但不能天天浇，不然会让土壤酸性太强，反而影响花草生长。不管什么花，最多1至2周用一次，平时还是用自来水浇。比如养茉莉花，就算它喜酸，也不能每周都用淘米水，2周用一次，土壤酸碱度才平衡。2. 浇花别浇根，沿盆边浇更安全。浇的时候要沿着花盆边缘慢慢倒，让水顺着土壤流进去，别直接浇在花草的根部，避免刺激根须。而且浇水量要适中，别浇太多，导致花盆积水，尤其是多肉、仙人掌这类怕涝的花，积水很容易烂根。3. 不是所有花都适合，看清楚再用。喜酸性的花，栀子、茉莉、杜鹃、绿萝、君子兰适合用淘米水，但喜中性或碱性的花，仙人掌、仙人球、月季、海棠要少用，最多1个月用一次，而且必须稀释10倍以上，不然土壤变酸会影响生长。比如养仙人掌，用淘米水浇多了，会导致球体变软，不长个，这点一定要注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，感谢观看。